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要来开箱一个，如果你是一般人，大概比较少或很难遇到的一款产品哦。那也就是这个日本的雅马哈山叶，就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个有做钢琴、有做重机、有做机车的日本山叶，他们针对音响发烧友所推出一款带有网络功能的综合扩大机，就是现在在这个转盘上华丽旋转的雅马哈 RN2000A 串流扩大机哦。那在它底下这个转盘，其实直径我记得50公分吧。就我当初买，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就买那么大一个转盘，要转什么商品呢？其实很多商霸的重低音也没有那么大，那买了一直放就积灰尘，就没想到今天可以把它拿出来用一下。然后呢，在我左手边呢有一台比较小的扩大机哦，这个其实是给大家做一个对照组的，也就是前阵子这个英国 NAD 他们所推出的 NAD N10 V2。也算是一款带有网络功能的扩大机。然后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呢，如果你只看扩大机的瓦数，也就是功率账面数字的话，其实这 NAD N10呢跟这台 RN2000A 是没有差很多的哦。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其实主要就是要聊两件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就是整个串流音乐的发展，现在大家听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哦，以及这种市场上的产品现在又在干嘛？那第二个就要讲说，就是很多人买音响常常遇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不管是买音响或买商霸，有时候你就觉得说什么总功率输出500瓦，总功率输出800瓦，那怎么有的音响产品总功率输出100-200瓦？怎么音响感觉比那个商霸的输出功率还小，但它价格又比较贵，然后听起来比较好听，那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歪理或者什么一个神奇的事情呢？那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好。那首先呢，串流音乐的整个发展来讲，我觉得其实它不外乎就是几种形态啊。就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串流音乐的平台嘛，其实以前没有什么 Spotify， 也没有什么 KKBOX 或者是 Apple Music， 甚至说有，但是它的音质就是 MP3 音质很差。那身为爱音乐、爱音响的这种音响发烧友，他们自然接受不了这种音质，所以早期的串流音乐玩法，其实他们很多都是自己的 CD， 它把它转成电子的档案。然后透过这种音乐播放机的，假如说像雅马哈他们自己 App 就可以去读这个 NAS 里面的音乐的档案，或者是你把它储在随身碟里面，你插到那个音乐播放机上面，它也能透过它的 App 去做点歌的动作。所以的确早期是这样子在玩的。那到可能中期之后，可能各个音响厂商们就把他们的 App 跟这种 Spotify 啊，或者跟 Tidal。跟一些比较高音质的这种串流音乐平台去做串接，就是你还是在音响的 APP 上面去做点歌的操作。但到近期的话，我觉得各个厂商已经算是有点越来越懒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自己的各个串流音乐平台，他们自己就做自己的协定。假如说你现在从 Spotify 连到很多的音响设备，其实你都是在 Spotify 的界面底下操作。那你用 Apple Music， 你就是用 iPhone 底下的 AirPlay。那你甚至你用 Tidal， 他们有推出自己的 Tidal Connect， 所以看起来音响厂商他们就，因为你知道要写 App 这个事情就是需要人力的，就像 Sony 这种大厂，或像三星这种国际级的大厂，他们有时候音响的 App 也是写的，你说不管美观啊、流畅度啊、稳定性啊，就连他们这种大厂的时候做的，我觉得都不是做得很好。那你更不用说这种销售量跟这种规模市值更小的音响厂商了。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音响厂商们干脆就他们的 App 就只做自己机械一些相关的设定，那大部分音乐播放点歌的功能就交给各个串流平台了。那当然，其实雅马哈他们自己的 App 呢，就是一路走来，我觉得有时候日本的厂商，我觉得他就是很坚持他自己的一个道路。你可以说他叫择善固执嘛，或者他是一个老顽童嘛，或者是他不知变通嘛，就是对。我们回到这个 RN2000A 的一个本身呢，就是先从它的外观开始讲起。你可以看到它的宽就将近43.5吧，深度是47公分，高度将近16公分。就在这个，你说雅马哈它是一个日本的厂商，然后它面对也是亚洲整个为主要的销售地区，然后它的扩大机在这种现代的希望这种小而精美的时代，它做依然还是保持它这种大合适巨件的设计，你就觉得就是有，但是我知道很多音响发烧友其实是很喜欢这种怀旧古典的设计的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哇，雅马哈真的是就一直以来他坚持在走他自己的一个道路。
好，那其实这个系列呢，我们之前有开箱，就是 RN2000A、RN800A 还有 RN1000A，其实他们是推出一个系列的。那价位上来讲，就是RN2000A 大概10多万，那剩下的 RN800A 跟1000A 你就想象大概除以2这样子，再少一些3、4万块的一个价格。然后其实雅马哈他们以前给人的印象在于说，它的很多的机器跟喇叭并没有去做一个型号上的对应，或者是一个系列上的分明。什么意思？像你看看 Sony 或者是三星他们在命名电视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逻辑，假如说 Sony 最入门叫 X80L， 接着叫 X80L， 接着 X90L， 就你会依照数字会有一个逻辑延续性，你会知道说哦，这个是它一个经典的系列。但是其实我觉得雅马哈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一直没有去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今年的应该说最近几年的雅马哈，他们想要把这个事情从头来做，并且把它做好。因为像扩大机的串流系列 NS2000A、1000A、800A， 同时他们的旗舰级喇叭 NS5000， 那也推出了这个 NS 的2000A。就也是20几万的落地喇叭，我觉得也是搭配它的这个串流扩大机。那以及他们接下来我记得要推出书架型的 NS800A 以及600A， 就是比较平价的这种旗舰级的落地书架喇叭。可以看到说他们现在整个命名开始就是整齐划一了，不再像以前。我觉得其实三叶给人的印象都是，就是它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它整个品牌的东西感觉很杂。那你有时候认起来就比较不会有那么有标志性的就假如说以那种音响品牌 B&W 举例，它就是最有名就是800系列，那接着700系列、600系列，其实这就让人有一个很鲜明的记忆点哦。好啊，那接着回到 RN2000A 的一个本身呢，那既然叫做一个串流的扩大机，就代表说它有支援串流的功能嘛，它本身透过这个无线 WiFi 或有线的网路线，那也可以连接到网路。那你透过他们这个雅马哈的 MusicCast 的 APP， 你可以去操作它本身的一些参数。但它如果你要进行一些比较细节的参数，你还是要透过遥控器啦。举例来讲，像雅马哈它如果有关这个音量限制的功能啊，你都要透过遥控器去做设定。那我也觉得，其实我常常用这种很贵的机器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一定是安全。什么意思？就是这种那么贵的机器，它可以变超级大声，就是你的音量转到100的时候，那跟你平常你用那个随身小喇叭转到100不一样。但是我在讲的是说，你那么贵的机器，为什么第一个要注意安全？因为你音量超大，你耳朵就会受伤。很多人他是我车可以开1000万，我可以开宾利啊，但如果耳朵受伤了，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换一个耳朵吧。所以在音量的这种设定的方面，我觉得你一使用机器的时候，这种小地方雅马哈就会让你非常的放心。什么意思呢？假如说今天你是不管是用 AirPlay 或者用 Tidal Connect， 你用网络去接这个雅马哈 App 的时候，其实你手机 App 能调的最大声啊，是直接它雅马哈就帮你限制住了。如果你要突破这个限制的话，你一定要手动的遥控器再去开更大声这样子。那最大音量的限制就在于说，今天假如说有些人他会用遥控器去调嘛，怕小朋友就是拿那个遥控器直接给它按到底，吹到最大声。那雅马哈也能借由一个手动的设定，去让你设定一个说音量的阀值到底在哪里哦。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而不是先讲什么音质，先讲什么参数这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像我们碰过很多很贵的东西，很贵的扩大机，很厉害的扩大机都听过，再怎么好听的也都碰过。但有时候我觉得在使用一个机器的时候，你想想看，这种那么大声、那么大音量、那么贵的机器，有时候安全反而是。因为很多人他不像我们是店家，我天天在碰音响，我知道每一台机器什么机器要小心操作，什么机器要就是比较安全这样子。那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就是你以前一定都没有碰过所谓的音响产品嘛，你就可能有钱，我有钱，我第一次就来个20-30万的2声道也说不定啊。那如果这种东西，你的家人，就是你的太太、你的小朋友，如果也想要听音乐或听音响。那如果这种那么贵的音响，它的设计是没有那么的安全的话，你又怎么会放心的让你的家人去使用呢？或者你的家人在使用的时候，他会对音响有恐惧感，那自然他就不会再去使用这种产品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音响，第一个安全，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操作便利性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会从它的整个就是它的 MusicCast App 啊，这个遥控器的操作开始讲起哦。好啦。
那这台机器其实它的整个外观，我刚刚讲的外观非常的巨大嘛，然后它的正面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所谓的 VU 表头，这个就是很多那种老发烧友很喜欢的，就是它有时候随着音量跳来跳去的，那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你听歌就会觉得这样很温暖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在正面的部分呢，讲一下它的一个旋钮。首先，在它的这个 VU 表头还有几种呈现的形式就可能跟着音量的峰值啊，或者跟它的一些能量的大小可以做跳动。然后接着呢，它一样有这个 EQ 的调整，有 Bass， 然后还有 Treble 高音。然后呢，接着比较有趣的是要讲一下说它有所谓的 Flatness 这个调整的按钮。这个调整的旋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他在亚洲晚上听音乐，或你平常在书房听音乐的时候，你音量不会开那么大声嘛。那其实任何的音响，很多人就说，为什么音响转小声听不好听，要开大声听才会好听？因为其实我们听力的心理学是这样，我们在小音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就是你整个低音的感受度跟高音的感受度就会衰减很多了。所以呢，这个 Flatness 的旋钮，简单来讲，它就是在小音量的时候，它去补偿你的一个低音跟高音的两端的延伸，它让你在小声的时候听起来也是有低音的，也是高音的延伸，也是很棒的。那这东西怎么用呢？它原厂建议的方式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旋钮很简单，就是你平常你调到一个你平常可以接受的一个音量，那到了晚上你要开始听音乐要转比较小声嘛，你就用这个 Flatness 的旋钮去做调小声的一个动作，因为它开始转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讲就变小声了。但是它变小声的同时呢，它的低音跟高音的延伸还是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棒，就是在小声也能听音乐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所谓的亚洲地区，就是这个功能也是很棒的。就是你有时候就算你有一个很大的视听室好了，有时候你晚上听音乐的时候还是要小声一点。好，那这边它还有一个所谓的 Pure Direct 叫直通的一个旋钮。直通的按钮，就是如果你不喜欢用任何的 EQ， 你是一个很本格派的音响发烧友，那你就是想听到这台机器最好的表现，那你就是直接把这个直通的按钮给它点起来，那这样它就不会去做一些就是过它的一些调音的一个电路了这样子。那顺便讲一下说，它这台一个 Balance 的旋钮 ，Balance 的旋钮的话，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也可以调左右喇叭音量的平衡哦。但是我相信买到这么贵的机器人，就是你应该就是用 Pure Direct 的模式去听的。那 Pure Direct 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这个刚刚讲的 Balance 的一些 Treble 啊、低音啊都不能去做使用，这样子。好，那讲完了它的正前方之后，当然它正前方还有一个耳机接孔啊。那我觉得你买到这个价位的用户，有时候你不太会在它前方去接耳机听，就它也不太会是一个桌上型的扩大机。虽然它可以接电脑，但是我觉得正常大多数人不会把它放在你的面前去听它这样子。那但它正面的下方呢，有一个小萤幕可以选上目前的音量，然后播放的音乐来源，就是有一些状态的显示。好，那接着讲到它机身的上方呢，有这个散热盖，然后你从里面看进去，你就看到很多的一个电子元件啊、变压器啊、很大的一个电容啊，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再讲哦。然后在这个 R2000A 两侧呢，你会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钢琴烤漆哦。那他们讲说，雅马哈他们很会做钢琴嘛，那所以做钢琴烤漆这件事情呢，对雅马哈来讲也是非常轻松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R2000A 的两旁这个烤漆呢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烤漆啊，其实这台的你包含旋钮啊，你去转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阻尼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好，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后方的接孔哦。这台呢，其实主打就是说它有所谓的 A/B 两组喇叭的设计。那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讲到，如果你有2对喇叭的发烧友，你就可以2个交换接着听哦。那或者是你要一组放客厅，一组呢接到你的餐厅上面去做商业空间的使用，也很方便。然后还有这个 HDMI、ARC 的接孔，所以你可以搭配一对好喇叭。像现在很多人他来门市听桑巴，他听一听说，他花7、8万买那个桑巴 Sennheiser。他一样觉得那个听音乐不好听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搭配这种串流的扩大机，接电视，接一对喇叭，总预算拉到10几、15万、16万、17、8万。那你在听音乐上面来讲，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好，那后面的话一样，雅马哈家的超多组的类比输入，我光看我记得就有3组了。然后呢，
光纤输入、同轴数位输入，这个也该有的都有啊，还有黑胶的一个 mono 的类比输入。那当然呢，所谓的前级输出也没有少，就你有好的后级也可以接。然后呢，还有一个重低音输出。那重低音输出这个后面再讲，跟他们的空间校正还可以去搭配使用，就功能太多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比较重点的是它有一个 USB 输入。就现在如果有的所谓的数位流的玩家呢，有一些更极致的玩法，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数位的音乐的播放机呢，不用这种扩大机本身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内建的不够好，所以他们会在外接一个所谓的数位的音乐播放机。那这种数位音乐播放机大部分是用 USB 线跟这个扩大机做连接的。我知道现在讲起来好像虽然在讲中文，但如果你一般是不碰音响的朋友们，你会觉得我好像在讲什么外星语言，就好像我在看我弟念物理系，我在看他的课本，基本上虽然写的是英文，写的是数字，但是我觉得好像那个跟外星语言是一样的这样子。好，没关系，那就是反正大家有空就可以直接来麦式音响，直接听听看，都有专人直接帮你接起来听，你其实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那当然，如果你是有这个要听 FM 就电台的需求的朋友，雅马哈它也为你想到，就它也有做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这台包山包海无所不能，就你想到什么，你只要有预算买它，你有什么需求，基本上它都可以帮你搞定哦。好，那讲了那么多外观，讲了那么多接孔，终于要讲说它的一些特色了。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雅马哈他们这种文宣或什么的，就是他们真的是比较传统的厂商啊。你看像现在很多厂商都讲说，哦，我什么 AI 运算法让声音更好听，让画面更好看啊。但雅马哈的文宣里面都写说什么，还有什么，我有超级大的环形变压器，就是我电的品质更好。我这个环形变压器的那个磁铁的用料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整个电器的特性是特别棒的。然后我的整体结构呢特别重，所以我在播音乐播很大声的时候，我的机器不会跟着共振。那甚至我的里面的那个支架结构呢，就跟盖房子一样，我在必要的时候呢，我去做一些焊接的动作，那让它的整体的刚性更好，然后更不容易受这种震动的影响哦。然后我用了超级好的这种电容的原料，就是你看在这个时代，其实好像大家都在讲说什么演算法啊，什么软体的功能啊，让音乐更好听，让画面更好看。但雅马哈就是很应该说日本职人的那种，我就是硬体，我就是很本格派的，我就是我在结构，我在那个电子元件上面下尽苦功。然后他还说他的里面还有一个超级重的黄铜，在他这个环形变压器的下面也是去做抑震的动作。所以基本上这种高阶的音响在所谓的机壳的抗干扰的 EMI， 然后呢在整个机构的那种抗屏蔽，然后呢避震，然后在它的整个用的那种用电的电源的处理，它都是用的都会特别强调这样子。那在这台的整个 DAC 的核心是 ESS 加的 ES9026 Pro。那有人说，因为这个就是他们跟他们的环绕扩大机 A6、A8 都是属于同一颗晶片。其实从前一代的 MX5200开始，雅马哈就一直用这一款了。其实日系厂商的DAC 晶片的选择，真的跟一般欧美系的都不太一样啊。像他之前入门的用 9080Q 这款，也都是欧美厂商不太用。但是如果你看一些日系厂商，假如说 Luxman 或 Acufast， 他们就很喜欢用。所以，但这种东西其实见仁见智。就是现在来讲 ，DAC 的晶片的性能都已经，就电气指标都已经很好了。所以有时候好不好听，真的是看设计者的功力。也可以看出来，雅马哈其实他们在高阶产品上的用东西，有时候这种他们是要求稳定，是很保守的，就是绝对是以稳定性为第一优先啊。我觉得这也算是雅马哈他们一贯的风格。所以有时候有客人问说，推不推荐买雅马哈的东西，然后觉得比较没有个性，但我觉得就他们的东西的品质是没有话讲的。好，那讲那么多，讲到它的一些什么电路啊，讲到它的串流的一个规格啊。我刚刚讲串流基本上他们现在都是用 WiFi 去做操作啦，所以它当然也有蓝牙，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少用它，基本上你就是用Spotify 啊，或是 AirPlay 很简单的去播它。那如果你真的比较发烧的听众朋友，你可能就是买串流播放机，用 USB 线跟它相接的这样子。好，那讲了那么多呢，接着要讲说
其实它还有一个空间校正的功能啊，但我觉得已经讲了很多了，这样子就简单来讲，这就是一个它会附上一个麦克风，然后它跟你的机器连接之后，会去测量你的空间里面有一些声音是不好的，或听起来不悦耳，它就把它消除掉了。简单来讲是这样。但如果你是一个音响发烧友，一般它可能不太会喜欢用这个功能。好，那接着要讲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瓦数。这台的话，它8欧姆的话，我记得是120瓦的一个输出哦。然后呢，就像我最早开始讲到这台 NADN 时呢，它在8欧姆也是100瓦的输出。然后呢，雅马哈他们入门的 RM800A、RM1000A， 其实在8欧姆数是，我记得是100瓦的输出吧。所以观众朋友们就会好奇的说，看来看去，这个音响贵了2倍，瓦数没有变2倍，那听起来有差吗？那我直接讲重点。其实我一开始我是用3万块的喇叭去接，就是 RM800A 用的喇叭，我直接拿来接在 RM2000A 上面。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音色的感觉就好像，要怎么形容呢？就是你去按摩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帮你按的是那种年轻的男师傅，按起来就是，你就觉得，也还可以啦，这样子。但是，就假如说，当你今天我加钱了，我换一位经验老道的老师傅，那个按下去的感觉就整个不一样了，就是你会感觉按到点的那个力道就更大力，然后按的感觉就整个很舒展这样子。那在音色上的表现来讲，我觉得就是你的低音会更沉，然后你的任何的音乐的动态都会放大。假如说吉他的拨弦的感觉啊，那种一拨下去用力的感觉，你都会感受得到。那当我把 RM2000A 再接到更高阶的喇叭的时候，假如说 Sonos Faber 的奥林匹克 Nova 3这个落地喇叭上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才是整个60-70万喇叭接上去，那整个音色就舒展开来，那个感觉很像说，原本假如说你像我用 NADN10去接这100瓦的第一类的扩大机去接，假如说我去听乐团的演奏好，我会感觉说那个乐团就是当公务员，就是他今天演完他就赶快要下班了。但如果我用 RM2000A 去演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像是说，我今天就是郭董，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如果让我感受到大家演奏的感情激情的话，每人现场直接待会演完，直接拿1000万现金走人，这样就是你就忽然感觉到那个乐团整个那个鼓手打鼓就突然他的那个动态，他的那个情感，他的音色变化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细腻这样子？那你再用这种比较平价的，或者是假如说像这种比较小台的扩大机，它在播的时候，相对来讲它的音色是比较平的。那这个事情其实你在听一些小品人生，叫流行音乐，你听一些假如说陈华的那种人声啊，或者是叫周杰伦啊、蔡依林啊，你会觉得其实差距的确没有到那么大。但你听一些那种古典音乐，尤其是管弦乐团，甚至不用到小编制的3重奏、4重奏，然后反正就是你听一些比较编制比较多、配器比较多的音乐，那整个动态的差距落差，我觉得就整个就出来了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很多音响它的一个瓦数，有时候你看都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数据上的你比较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说，好像我车子好了，我标说我们大家最极速都是300公里。但是我法拉利，我可以300公里，我可以维持2-3个小时，我就是可以一直开，一直很顺。我在300公里的极速状态下，我都还是很稳，我不会觉得操控很乱飘这样。但是今天我开 Artis， 我开到300公里，我可能就会感觉，我是不是要起飞的样子？我可能就是有翅膀的话，我就可以飞起来。或是我300公里极限，我就只能持续5分钟，再超过我就引擎要爆缸了这样。就这个数据有时候标起来就是。厂商它不会标到那么的细，因为坦白说，就跟电视一样，你有时候你数据给太多，消费者还是一句话，那我可以听吗？我可以感受吗？我希望就是听一下这样，所以就很多人他其实有时候你只看那个功率是不太准的啦。那简单来讲，我觉得好的扩大机啊，它是能够让你的喇叭的不管高音单体、中音单体、低音单体。它在表现音乐的时候，它都可以获得足够的能量，然后去突破它的一个应该说达到音乐的一个动态的最巅峰这样子。好啦，那讲了那么多，就是我看时间20几分钟了，赶快让大家来搭配这个 RM2000A 配一对好的喇叭，让大家来听一下录音说这种
好的扩大机配好的喇叭，播放一些真正属于音响发烧友曲目的时候，那个音乐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听几段音乐吧。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ついばん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杏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木漏れ日でうたた寝したら虫の死骸と土になれるかな赤目漁港の灯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た自転車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
好，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呢，其实这应该是少数录到现在比较贵的一个录音组合啦，所以大家就可以趁这个机会稍微体验一下，跟赶快翻一翻前几集的Soundbar，把这个录音比较一下，看有什么样一个差异哦。然后接着就在讲说这样的产品，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真的都不太好录，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你要实际试听比较有感受，因为你光讲重量也不太对。假如说它的重量20几公斤，你讲重量，当然讲重量20几公斤是很重啦。如果一个人要搬的话，其实如果你买这台，其实你要请店家帮你搬，因为像我自己在搬，我要把它放到现在这个台面上，我觉得也是不好搬的。那当然你又不是你是要听它的声音，你不是要练那个训练，要不然你20几公斤买哑铃几千块也是搞得定啊，对不对？你干嘛要花10几万？所以讲重量好像不太对，要讲外观，讲那些接孔。其实讲难听一点，便宜的机种也都有啊。那讲那个 DSC 晶片什么的，也是有，不用到那么贵的机器也是都有。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最后还是要，有时候音响介绍，大家为什么会感觉那种都是很像，就是都是你说一些音响杂志，它感觉都写得很空泛，没有什么内容讲。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讲，它就真的还是要去实际的门市去店家的一个体验。你用空口说，只能说白话，就是顶多你的白话说的漂亮一点，让人家比较想听这样子。好啦，那这台其实推荐谁买呢？就是我觉得雅马哈他们的客群还是觉得说，当然如果你要接电脑也是可以，但是它的大小我觉得一般，你只能放在客厅啦。就是然后建议推荐给谁买？就是你是真的很喜欢听音乐的人，我觉得有些人是这样子，他觉得他不喜欢听音乐，或他觉得说他音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其实是因为他以前没有体验过好的一个器材。很多客人他是这样，他有时候来到我们麦斯音响的现场，他有时候听一听10几万的Soundbar，就是甚至10几万的剧院好了，就7、8万的Soundbar，那他到最后就会讲说，那如果这种2声道的听音乐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那他在听完之后，他才发觉说，原来音乐这样播起来也是很有所谓环绕左右立体感的感觉。那音色也是跟那种剧院喇叭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他才会开始想说，其实以前他很多的好音乐，就是他都就直到听到这种好音响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音乐是那么的好听。这样，也许他的兴趣真的不是在一个看电影，或者他看电影他觉得人声清楚就好。那这种2声道音响其实表现的也非常的不错。那这个时候我会说，有时候是你器材买了，或者你在器材在了解到它的一个值之后，你才开始慢慢的有所谓的需求或兴趣出现，因为你的感官开始被打开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当然我觉得买这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相对比，其实你现在找这种，我觉得它的声音的特性呢，我简单讲一句，我觉得跟 B&W 有点像，就是它不会给那种很强的一个低音，就是它不会去加强它的低音，但你用 EQ 去调的另外讲，然后它的高音的延伸也不会说给的很华丽，但是你就是觉得说它的整个气势的能量的感觉有做出来，然后呢有给你一个很磅礴的气势感，然后人声呢整个乐器呢都是很清楚很清晰的这样子。那当然在音响发烧友里面，他们觉得说这种音色有时候会叫有点无趣，但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这个声音都是很棒的了。那我觉得它跟这种，因为它是属于 AB 类的扩大机，它跟这种 D 类的听起来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就算 D 类的有的20几万了，我听到的感觉，我觉得首先低音不会那么的一个绵密，然后通常 D 类扩大机的声音都会做比较亮一些，就它人声啊或乐器会做的稍微比较刺或比较亮。那你搭配喇叭上面来讲，就是你搭配到一些，假如说，我觉得像有一些可能原声就偏亮的 ELAC 或者是 Focal 这种喇叭来讲 ，D 类的可能就要看人，你可能会觉得稍微比较刺。虽然如果雅马哈这种机器去搭的话，它能给你一个比较中性，或者是有些人他觉得比较叫做醇厚的声音，就是看个人的一个
喜好啦，就是有时候这个搭配真的是，它也是一个学问，而且都是经验谈这样。那简单来讲，我觉得就是品质上面来讲，雅马哈它绝对是这个招牌，绝对是对得起这个10几万的价格。所以的确，你现在要找10几万的，现在扩大机越做越贵。你要现在说不定十几万的一个串流的12、3万的，它对音响发烧来讲才叫一个入门的扩大机。你真的要找那种普通的扩大机，可能就真的剩什么那种2、3万、3、4万块的这样子。你要找一个，你现在要找一个6、7、8、9万的有网络的扩大机还不好找，所以就是这台强烈推荐给大家，有兴趣可以来麦式音响。坦白说，这种东西摆在门市里面我会说它都真的，你说很多观众朋友常会好奇的问说，你们买这种那么贵的音响，一年到底有卖几台？这样子好像赚很多钱。我老实跟大家讲，就摆这种东西真的不赚钱，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可能利润很好或什么。我会说这个回转率啊，它的那个翻桌率比那个什么soundbar，比那个电视，比那个家电，真的差太多了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身为一个，因为你还是音响起家的啊，你这种东西，我觉得啦，你摆这种东西就是你建立一个你的品味，然后你有碰过这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在评鉴soundbar的时候，你也才会感觉说，科技进步到什么时候，或者soundbar什么程度可以买。那客人的需求，他到底现在是想要音质，他想要看电影的环绕的音效，还是说他只要简单的soundbar这种入门的需求就好了？就是当你接触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给客人的建议啊，或者是你在让客人在听的时候，它是更容易帮助客人去感受到音乐的好或电影的好，或者是你可以更符合客人的一个需求的。好了，所以这集讲了那么多，就是跟大家开箱一下这种比较贵的器材，然后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多多来听听看啊，就也不一定要买，但是就是有兴趣都可以了解看看。那我是 Alan， 这次的雅马哈 RN2000A 的开箱就到这边，有任何想听的、想看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我们就下次节目见喽，拜拜。